两个眼前囡仔拼死命拉着脚踏车，想象后壁有歹人咧录，速度正马，经过铺着丝刀仔的准高，经过羊塘，通过蒙阿埔，拢着一大簇青黄啊色的舞蝶。总算，因来到故乡的边界，头前是园林，后壁是眼前，佮面烂立几下，就会使下过迄条无形的边界，进入繁华的园林。到园林了，有的确，因就会使跳去火车顶，偷偷来去台北。很主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阿卡亚之声。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卡亚之声的成功特别单元台湾当代出版计划哦。今仔日咧非常感谢另外一个嘉义的好朋友阮剧团的支持，会当来互即个节目会当来圆满来录制安尼哦。今仔日咧成功要讲的即个题目啊，或者道出中华的文学吼。恁若有听即个特别单元，你会知影讲我对一集的是来到阮中华开州来访问咱台湾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吴胜哦。对一集按中华开始后，最后一集嘛要对中华来结束，咱来到中南的英正啊，所以要道出中华的文学，一开始咱要道出英正，所以今仔日咧，成功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哦，成功是一个国际大名星吼，嘛是我中华高中的成功学子吼，咱欢迎陈思宏甲听众朋友挨一下自己咧。Hello， 阿凯你好，我是陈思宏。哦，这访问到学姐，我足紧张的。你紧张啥物？为什么要紧张？因为你足有名的。我无遐有名。哦，安尼要一开始要先听到思宏学姐先真正，我想要先来进一步先来聊聊甲听众们介绍一下英国的一个创作的背景吼。先讲伊写的即个作品其实种类非常多吼，包括即个散文吼，2011年来出版即个《背骨白领》吼，《叛逆柏林》吼，这算讲是我真介意的一本书。你若当为即本册来了解到。柏林这个所在，伊的一寡历史甲一寡社区的故事安尼，伊嘛写多篇小说哦，包括2015年写的这本去过敏的3种的方式哦，去过敏的3种方法吼。其实你会当对内底读到伊后来的这长篇小说真侪角色的一个开头安尼哦。当然，可能真侪听众朋友甲阿凯亚共款会知影，但是讲都是对伊的长篇小说开始哦，有一个热人3部曲吼，包括2019年的这个几啊所在吼鬼地方，2020年的这个佛罗里达变形记，甲2020年老顶的荷兰哦，其中这个几啊所在啊，就是咧写中华英正啊，老顶的荷兰是咧写咱这个园林这个所在哦。所以我在英国的阿卡亚之声拢特别介绍这本册安尼。啊，伊最近呢，伫今年啊，2024年来出版了一本新册，叫做对67只的腊梨吼，第67只穿山甲。总共一部这小说拢真好看哦，所以咱今仔日成功咱邀请到咱这个学长吼来到这个空中哦。其实我对学姐对伊的印象是对你的面册开始咯。迄当初我知影你人伫德国的时阵，你就伫你的面册写讲咧，你准备要来写一本甲英正有关系的小说，要来收集一寡英正的一寡新闻啊是故事安尼。迄当初我甲我另外一个文学乌乱传即个共同主持人阿龙就讲，哪有人安尼写地远的？你讲安尼物件 QQ 敢会当来写中华嘛？所以我想你知影，就是你准备要来写几啊所在一本册安尼，然后咧。其实我一开始做阿凯亚之前，在文学乌乱传，对一根册来传，就是几啊所在啊。迄当中，感觉讲，阮想要来重新翻转阮对即个中华文学的即个想象啊咧。所以这是一开始咱对咱即个陈思宏学姐的即个介绍咧。好，安尼我其实你会往来讲话，无要紧。你讲话真好听，我听你讲话就好啊，我免讲话不要紧啊。一开始我想要来讲中华即个所在，因为来中华，因为咱拢是中华人，我鹿港啊，你英正啊，因为我甲讲你的小说的人文哦，定拢是要逃走的，要离开即个所在，不管是对家庭逃
逃走、离开家乡，甚至是对于某一种传统社会其他的这个环境内底来离开安尼。所以想要要来逃走吼，这是我真好奇，想你遐侪角是要逃走，而且咧连你拢走咯。啊，既然你拢顺利离开哦，啊，想到搁要倒来下中华这个所在。你感觉我真正是顺利的离开吗？有啊，我看你坐飞龙机出国啊，安尼。问题迄是生理嘛，物理的离开。是。我刚刚我写鬼地方这个书名嘛，哦，鬼，对我觉得，我常常会说了，这本书的是如影随形，已经让他鬼了，他一直跟着我，我这本册已经。2019年出版到今晚已经5年啊嘛，是我今晚跟你讲这本册，这是我跟你讲，伫出版来底吼，我5年以后可以当讲同一本书哦，这难得一件事情。是啊是啊，这代表这本册真的是有最多人看呀。所以啊，这本册对我来讲，它就是一只鬼呀、啊。哦。然后我恭维 OK， 彰化，我自己会觉得我好像有成功的逃离彰化，可是好像永远都有事情会把我拉回彰化这个地方。不论是像我这次回来是因为鬼地方的嘉义的软剧团问剧团要把它做成一个剧场的版本，我又要回来嘛。我回来这期间我还不能好好在台湾待着，我还要去泰国的曼谷参加泰国的国际大名星啊，这个飞来飞去。不是啊，你不论去哪里哦，彰化一拢伫我后边哦，对调啊，所以真的像鬼一样嘛。所以我有时候就在想说，我是不是真正有成功的逃离彰化？但是我觉得逃走哈，你记不记得有一阵子大家很流行一句话，就是逃走是有用的。逃走虽然可耻，可是是有用的。对我来讲啦，我一定要逃走。为什么呢？因为安全的所在我都满足我。因为我真正是一个文青啦。文青就是讲我喜欢剧场嘛，我喜欢文学，我爱册店。我做拢无，安真无做物件。我安真小时候甚至没有图书馆，今麦有啊！我小时候真正无图书馆。怎么北中华城今嘛无戏院咯？无，对啊，这恐怖啊嘛无电影院嘛无戏，无什么，这是文青你想要爱的所在拢无。是，所以只好离开啊。一定要离开嘛！我离开，我到台北之后，我的确啊，我到大一我读辅大嘛，我到台北的第一个学期，我真的非常的贪心，一天到晚跑去，因为要大家知道哈，辅大其实在台北那个环境也是个边陲地带，对，一直新增，其实是的新增地到台北，以前没有捷运哦，我们要坐个公车到台北，有时候会塞车，会塞1个多小时。你就觉得，但我真的是来到台北念书了，为什么我要去国家剧院看一个云门舞集，我要坐1个多小时才可以抵达？可是我第一个学期真的非常的贪心，我可以看金马影展啊，可以国家剧院看云门舞集啊，我看了林怀民这激动，你知道吗？我只是乡下人来台北看云门舞集，对，所以。到台北之后，我就真正感觉讲，哦，这个所在也这样彻底满足我这个文艺青年的所有的身体或心灵的各种的想象。对，这中华囡仔甲所有台北的这种文艺青年该做的拢做了。所以我一定要逃走。可是这样的逃走到底有没有用呢？我跟你我讲哦，我对于人生的态度就是讲，我永远都没有肯定的答案。我是一定有逃走的必要，可是这个逃走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你一定会失去很多，你一定会别人会来伤害你，你也会伤害别人。最可怕的是有时候你都会觉得你逃这么久之后，你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你有时候会怀疑你是不是为了逃走这件事情而改变你原来的自己。所以逃走，我今天我那个阿凯来那个阿凯接下来访问之前，我们先在园林的演艺厅做了一场活动嘛。我底下活动我都提到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邱妙金。这个邱妙金是嘛，实际上是国际知名大作家，他在巴黎结束他的生命嘛。你也知道，他其实是园林人，他嘛是演真人。可是大部分的永靖人跟园林人、中华人都不知道邱妙金这个大作家一起来自彰化。你像伊作品就是就城市就台北，拢是在台北嘛，后来去巴黎。咱今日的观众席来的，我记得是后来跑来我耳边偷偷跟我讲，他是以前邱妙金的国文老师。哇，对，
所以说，其实他的国文老师还在这里，而且他是原点演艺厅的志工。是。所以我讲回邱妙金好，邱妙金伊伫永靖国小原点国中，后来去台北读国中台大台大，伊的书写来对，他是彻底的逃走。伊从来没有写过永靖。还是园林，唔捌写过。你讲真的，我想我后来知道，因为我为什么会知啊？伊是永靖国小的，是因为我知啊，因爸爸是我以前国小的老师。因爸已经过身了啦。对。不过我知一件代志，我说什么？邱妙金跟我有处在同一个时空过。有什么作品来电都彻底的逃走，唔捌写过彰化的一丝丝一毫毫。可是我静脉我有办法理解了，因为你静脉来自你公斤的你是乡下人嘛，你个台北，你来到一个从边陲地带出发，来到中心，对，你看下你想要你好不容易来到中心，你想要这就是读书嘛，读册在台湾这个地方的是一个手段，逃走的手段。是啊。阮较早要填大学的迄个学校，拢一定要离开，拢想要离开这个所在。因为你要好好的读书，你才有办法离开你这个原来的故乡。是。所以讲，对我很早就我伫他中华国中下，我得理解到这一点。说，我虽然说我数学哇个死亮，对，人家是北七。我感觉我高一的时候，我的数学月考第一次月考，我是出来是27分。哎呀，这不要紧啊。哎，我还不是长得好那样。可是你看啊，我后来逃走到台北之后啊，我得要学台北人的口音，台北人的姿态，台北人安怎穿衫。因是有什么也当作为所谓台北人，对啊，为什么我们是台北人？所以我也花这多时间去逃走，离开我自己。我相信我们的学姐邱妙金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努力。是啊。我到现在还相信如果说她当年摩迪巴黎结束她的生命的话，她今天我相信已经买了一些下册一定可以下册，她的作品来的一定会出现永靖跟园林。是啊，这是我天真的想象了。所以我刚刚逃跑的是说，每个人都需要逃跑。我到台北之后，其实我后来发现，台北人也需要逃跑。很多时候，我台北的同学反而更如可怜，因为我都逃跑了。因讲因无家乡啊，真正呢，一直台北好，我讲这件代志，我以前去台北读册啊，我们去夜游啊，去夜唱啊，是不是？到台北的同学我够衰呢，他11点都一定要回家，因为爸妈会在家里等门。对啊，我们住宿舍，我管你，我们去外面玩一整天都没关系。他们就很羡慕说，我好羡慕你们中南部的小朋友，你们可以出来不大人，真假你要想如果说你是台北，你又是个女生，你这辈子你可能没有结婚，你搞不好这辈子都一直住家里。对，所以你的人生其实就会一直卡那个地方。咱对中华去台北，我们第一步就是独立嘛。对。独立都是认识自己很重要。我改讲，我18岁去台北读册我第一个要家己洗衫，因为我有7个姐姐嘛，拢家洗衫。我第一个要家己洗衫我真正袂晓洗衫呢。我连洗衣机要气一个按钮，我嘛袂晓。哇，你看到人咧讲妈宝，你是洁宝。洁宝，我7个姐姐呢，你知道吗？我撒蛋一下，我隔天就会干净亮丽的出现在我的衣橱来对呀。真讲，我这都是对我家好嘛。我可以买苹果啊，我想要吃苹果。捧够看到虾米今天这贵的我就是我完全真正是完全这个世界完全没有理解。我就是第一的彰化乡下一个妈宝，去到他就逃跑之后，我要在台北当个文青，我也要学习独立。所以对我来讲啦，我为什么我起来的一天到晚写逃跑，是因为我整个的生命的历程都是在逃跑。因为我想我一个对台北还不够嘛，我还跑去了柏林。对。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我觉得柏林的确是我整个第3个家乡嘛，台北第2个家乡，柏林第3个家乡。我就在想说，我现在是很安定没错，可是我在想，搞不好过几年之后，我会觉得我有什么逃跑的欲望，我必须要逃去哪一个地方，我嘛不知道。是啊。我刚刚人生的是一直在不断的逃跑。我感觉逃走可能就是你创作的一个这个 energy 的这个动力的来源。对。因为我真好奇，咱今麦来讲中华这所都是咱的家乡嘛。伫今麦伫网络观点这中华都是无聊的是同款的意思啊。因为无聊的背后就是讲这所在足保守的。古草，还是讲咱无新的变化所以我会感觉讲，你会安怎看待这种就是中华，就是你离开当中到
我即马生活的中华其实都无啥物改变。无啥物改变你安怎看待即种无改变的中华？而且就是讲，你对中华这所讲，因为你的年纪有了无共款的即个看法。我先讲一个所在，看你讲我去写过一个家具行，北欧家具行、瑞典家具行，叫做 IKEA。我知，嘿 IKEA 吼，我只还去写 IKEA 了，因为 IKEA 来底就是提供你一个厝的想象，因为自己样品屋嘛，恁兜的沙发就是要这样摆，电视要这样摆，一切都一尘不满，一尘不染，然后一切都很干净。可是你讲真的，你想一下，全世界谁的家里面真的长那个样子？无啊，弄乱糟糟，都是乱的嘛。因为你一个家的提供，你会不断累积各种废物，跟你不需要你那件衣服，你明明知道。你已经杀当不请这件杀了，你还是舍不得丢嘛？你就觉得有一天你可能会瘦回去那个原来的样子，或者是有一天它会回来流行，你就舍不得丢，所以家里就是充满废物的地方，所以家里面都是丑的，不是 IKEA。讲回彰化好了，我觉得彰化是我们的家，所以它可以卖，它可以丑，它可以无聊，因为它不是样品屋，所以我每次听到有人说：“哦，你中华今天这无聊，唔知要创啥，唔知要去他省，去看大佛，哦，就无聊，就无聊之类。”OK， 我都不会生气呢，因为我觉得那是弯刀呢，弯刀弯的厝，因来对一旦乱糟糟，我不介意，因为那是我舒服的，也当自己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丑和无聊这件事情，我是不介意。我比较介意的是什么呢？我刚刚一个所在，讲真的哈，因为阿卡尼马去澳洲嘛。有些地方，有些人会把它称之为暗黑景点，但是乱糟糟的废墟，很多人要去。你潘尼伯尼都下来就最废墟。我跟你讲，我潘尼伯尼，我来设置是废墟嘛。我几盖的柏林的搭捷运的时候，在反正车厢我就嘟着一对台北来的母女，他们就拿着我的书到处去玩。那个妈妈就他们两个认出我之后，妈妈下车之前就抓住我说：“单身戏啊，你后摆哦，莫下这种希腊骨头好不好？因为我们早囝一刚做我带去看梦啊波啦，看什么集中园，无人的体育场啊，真正都是那些东西嘛。那为什么那些东西很多人要去看？其实那些东西都很丑。为什么大家要去看？因为它有历史，有故事，有文化。我刚刚咱中华要做这样代志，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要累积记忆跟文化。那个地方它可以丑没关系，它可以乱没关系，但是它要有归属感。它让大家有一个集体的记忆，也让这个故事发源地。所以我刚刚连几刚才的工作，这些时候我跟你讲，我们在台湾到现在还是会觉得对文明的想象，对澳洲，因为我们台湾我不能指明是哪个地方，我会把它盖得很像欧洲。你看咱这种中华做这种汽车旅馆，而且音乐教室东西澳洲的名，欧风就是欧风，问题是上面是欧风。因为我改讲，你去问欧洲人上面是欧风，他们也会卡住讲，上面是欧风。啊，不过你看，咱中华今麦新的建案。很多也都是欧风。我记得你楼顶的荷兰，我晓得讲，迄当中有一帮台湾人去到德国，你可能讲奇怪，那德国那会一歹。没错，讲真呢，因为你真正来德国啊，你看新天鹅保护啦，顶在一个城堡，当满足你对欧洲的想法。啊，不过你真正你也去一个城市，你去里面走，一般的地方，你就会看到很多很丑的地方。那个地方怎么可能会满足你对欧风的想象呢？那你看咱今麦的。尤其是建商啦，台湾很多建商很喜欢强调这是欧风。是啊，个啪里啪里啊。问题上面是欧风很多人想到欧风就是去到做凡尔赛宫啊这金光闪闪。是。讲真的，那因为阮眼睛嘛有啦，就有钱人来起这空金的厝，就是感觉金闪闪才水。对我来讲，不是金闪闪才水，是迄个所在爱水。必须要有故事，有故事大家才愿意来。我感觉中华就像咱较早囡仔，拢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就是咱感觉咱对家己的物件无自信，咱就期待别人来肯定的。所以我感觉讲，这就是一个保守，但是就是讲你会安怎，就是讲你后来大汉了，其实我嘛足好奇，就讲既然这是一个很保守的所在。
你是一个行较头前的人啊，像你家己伫你的小说几啊所在，迄就是咧写整个即种台湾传统家庭的即种足复杂的关系。而且你看到你那么讲着，咱高中是读迄只查甫的学校安尼哦。啊，我就感觉讲，到底即种遐尔保守、遮尔啊古板的环境内底，你做一个假。迄个一种感受的讲，迄敢是一个足困难的一个环境。我即摆想到，我高一还是高二迄时阵呢，我发生一个小小的事情，就是讲我有一个同学，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是一个这垃圾啊，不爱洗身躯，身上有异味的一个男生，伊就是看到我伫数学课本上伫写一首诗，你知道年轻人的你在17岁的时候，16、17岁的时候写的诗，这恶心的。你家己创作的对。我跟你写，一看到的，伊就讲，哎呦，你一定是 gay， 你当时看得出来。然后当时我非常的愤怒，一件事情就是。他明明是一个情况很糟的人，他却因为我的性向，他还贬低我，我非常的生气。我说你自己有没有看到自己长什么鬼样子？那当好利来搞公真的。然后我最让我生气的一件事情是，他对我的贬低是完全成立耶。他绝对在那个社会里面，他绝对有那个比我高一等的文化的性别的优先权。因为伊不是 gay， 因为伊不是 gay，所以我那时候就深刻体验到一件事情，就我真正是在这个如果有一个种姓制度或者是一个社会阶级的话，我绝对是在他之下，只是因为我的性向。那我很早，我在那个之前，我当然是经过很多事情，比如说我只要有任何人发现我这个人跟他们不一样，我就会遭受到不论是语言或肢体的不平等对待。这件事情发生了很多年之后，我甚至会习以为常，觉得这世界就应该这样对待我。我真的，我甚至会觉得说，因为我是安内，所以别人这样对我不好，那是因为我应得的。我到最后变成有点斯德哥尔摩那种症候群那样。对我一直到我必须说，我到大学之后，我读英文系，英文系就是要读这些文学。是。我读很多文学，我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的启迪，它让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根本不需要那样被对待。所以我到台北念书，我觉得对我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开始慢慢的喜欢我自己。因为我以前真的很讨厌我自己。因为我讲真的，因为我有7个姐姐嘛，我爸跟我妈就想要生囝。连续生，阮大家拢讲7仙女，我甲伊讲阮以早阮这几个邻居也是亲戚咯，让阮兜讲话讲，这狗生7仙女，我甲伊讲，迄句话拢是干口水，会就拉的这个话呢。这狗生7仙女呢，生到我哥之后，我甲伊讲，阮爸真做欢喜的，生到我甲伊讲，阮爸从小到大，阮爸已经过身了嘛，我被我爸因为那代的爸爸跟自己的小孩是不会有什么违亲呢，没亲嘛没恭维。我爸没有过世之前呢，我跟我爸讲话可能不到10句吧。真正我爸的是没恭维的传统的爸爸，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我。因为我的厝啊，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以为家里没有人。然后我记得我在电视上，有讲过云门舞集，电视上就播了黄于明，然后云门舞集演什么那样子，我已经忘记是哪一出舞作了。我得问出来就开始跳舞，我得幻想我得是云门舞者，对不对？跳舞，我自己跳得很开心哦。我才发现我爸其实在我们家的角落底下困，他看到我，然后他就清了清喉咙那样，我就停止，我就不敢动。那我爸平常都不会跟我说话，他就对我说了一段小以大意，说咱查甫啊，咱查甫人哦，别当安内，有查甫人的血，没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当然当时跟我讲的说，我就忘记，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可以没有男生的样子？那他对我那个失望，是我这辈子可能，我觉得啦，我很大一部分年轻的时候对自己的性向很无法自己接受，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对不起我爸妈。我就想说，如果我今天不是 gay 的话，阮兜因会较欢喜两个囝拢是异性恋，都会生。我甲你讲，阮哥哥有偌高，你知道无？阮哥哥18岁伊女朋友的怀孕，就结婚，第一胎生的就是囝，哇，长孙呢，金孙呢，所以阮哥就是完美的异性恋了呢。我不是，我哥喜欢当作家。
我哥就要乱跳舞啊，不就刚刚做这些奇怪的，我感觉我爸妈都无法理解我。不理解，其实的是我刚刚我身为一个腰子的一个 sorry 的歉意的一个来源，因为我不理解他们，也嘛不理解我们，我们都没有办法沟通，因为攻击的看你嘛是台湾人。咱台湾人是无可能把感情说出口，是啊，这保守的啊，无可能。你讲啊，你敢有可能去跟恁爸爸讲，爸爸我爱你？甲爸爸可能较硬摇啦。对啊，真正是无可能啊！我跟你讲啊，我爸真正没有过世的话，我就跟我们爸讲，爸我爱你。我们爸一定讲你干嘛？你要救急吼？一定有什么代志？对啊，所以咱是无法度沟通感情的民族嘛。所以咱话都没当讲出的，不代表讲我不在乎彼此。因为我现在长大，你刚刚讲了一句话说，我现在长大之后还回来看彰化，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我尴尬。长大成熟，你会发现，比如说好了，家人你的沟通的情感，很多时候不是语言，不是我讲我爱你，阿凯我爱你这样子，不是，而是我在乎你，阿凯，我们两个坐下来，我给你煮饭给你吃，咱坐下来，我可能无讲话哦，不过我煮饭给你吃，我对你的感情就是伫饭跟菜来的，所以这我今麦。长大以后，我可以理解我爸妈对我的情感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也不要都讲，不过代表他们不在乎我。看中华嘛是赶快啦，是啊是，就是伊就是我的长辈赶快嘛，因为我真正是我伫遐出生，伫遐长大，我18岁，我彰化高中毕业以后，我再去台北读册嘛，所以我对的感情的是，我今晚回来看彰化，我是刚刚真正那彰化那是我的北部赶快，我们以前是。就是因为差太远了嘛，可以冤家啊，一个感觉因无了解咱，一个感觉咱无友好了呢。不过我今麦看中华，我感觉我拢吃一本册甲卖啊，这个对啊，我还另外一本叫楼上的老店的好人，我嘛是要玩林嘛。我讲真的，我刚刚写册对我来讲嘛是最有疗效的代志。是啊是啊是啊，因为我写了。很多人都说哦，你就是讲故乡的坏话。的确，我就是讲故乡的坏话。我讲故乡坏话，公料哦，我刚刚我嘛是我家己甲故乡和解。对啊，因为我感觉讲，虽然你讲眼睛是贵啊所在，但是我感觉讲你这规工你就是足爱这个所在的感觉。其实台湾我感觉讲，这毋是咧弯道一个所在，因为咱一定要搞一个勘站了，咱较早咱会感觉讲，咱想要去导出的一种即保守的社会环境，其实伊某种程度嘛是互人后来甲别人无共款的一个足基本的一个基础安尼，所以我毋知，因为我家己毋是我就是一般的这种异性恋的查甫安尼，我感觉伫即个环境，伫中华即个环境，可能较袂像迄个学姐你安尼，感觉讲甲即个环境足硬摇。系啊，我刚刚硬摇这种代志，因为我刚刚这奇怪吼，我即摆想嘛刚刚奇怪，为什么一个人的性向吼，伊是介意查甫还是查某，还是讲伊介意两个都喜欢？为什么会决定伊这个人的命运？因为一介意哪一个性别，还是两个性别，还是所有的性别都喜欢，应该是一私人的代志。是啊，介意工作的外靠任何的表现，应该是没有关系啊。为什么我家己私人的性向会影响到我所有的事情？是啊是啊，而且敢若就是去满足一个地方对你的期待，就感觉讲查甫爱有查甫的型，查囡仔有查囡仔的型。对，其实我感觉讲普遍，其实伫你的小说内底嘛写到真侪角色，因拢是要去符合迄个社会的期待。但是其实因过了足无欢喜，还是讲过了足郁卒的安尼。因为我们永远无可能有到满足任何人的期待，无可能，因为迄个期待就是一个模子嘛。是啊是啊，那模子我们怎么套都套不进去嘛，所以。我家己啦，我跟你讲，我写册的时候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的是，我要真实的面对我自己。是，所以我要很残忍的面对我自己。我的意思就是，我也逼我的读者要很真实、残忍的面对他们自己。是啊，因为我觉我刚我册真正是很残忍的所以我刚刚大家面对自己是一件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障碍。就无简单的代志，很难，无简单，甚至无可能。是。不过你无试看你那我到底有没有办法办到？是啊，我感觉讲对一个应征的囡仔，包括对整个的状况是共款来讲，咱一定要到一天，咱才会去承认讲。
咱爱去熟悉家己。我感觉是这就无共款的一个决定安尼。好，咱这无算讲电波段听到咱这个苏杭学子吼，讲到咱这个伊家己出世的所在，佮讲到中华这个所在，咱这个后半段想要佮进一步来讨论讲伊安怎写作啊，伊写作的时阵是咧想啥？因为伊后来伊小说有翻译到足侪世界各国的语言，啊，遐个人是安怎了解咱台湾的故事啊？那就休困一个听一个，不管有的 melody 说来，那就倒等下这节目的空中。好，感谢听众朋友倒转来这集阿凯亚之声的特别节目《台湾当代出版教育》，今仔日的这主题吼，真险吼，或者道出中华的文学哦。其实咱这个特别来宾吼，陈淑芳，算讲嘛是我中华高中加台湾大学的一个学子吼。伊今仔日就算讲这边等来台湾嘛，那咧出巡咧拜咧出巡咧亚马走，感觉是过咧演讲啊，因为伊的作品哦，几啊所在总算，咱这家己的阮剧团嘛，要甲改编成这个舞台剧咧。但是今仔日来讲的是伊的小说，因为我感觉讲咱这部电波段讲到咱这中华这个所在，伊就是遮尔啊保守，遮尔啊，互人感觉足烦的。啊，就是咱家己厝内乱吵吵，还是讲用录钢腔咧讲的绿假假呢？咱一直想要道出这个所在，因为咱想要有家己的生活，咱想要生出家己的模样。所以当初我读你的小说，按这个热人的三部曲，还是你主要写中华这几啊所在甲老顶的荷人，我感觉你伫足呛的。但这呛就是讲，这是讲生笑的讲，伊是咧呛中华这个所在。这所在就是遮尔啊保守啊，所以你的小说常常咧挑战，比如讲咱电波档咧讲的这性别。即个性别的权力关系，还是讲即文化的差别，甚至于即种像咱头咧讲的欧洲甲台湾即种城乡的发展啊，你讲即种写作的路线，还是讲你安怎去掌握到你即个写作的语言，你是安怎豆豆去找到你家己的路线呢？我感觉吼，因为我讲真的，我自细汉就是一个乖小孩啦，乖乖牌啦，就是讲，因为我唯一的叛逆就是我的性向啦。这嘛我们是跳高，我天生就是 gay 嘛，我是无多，我真正是一个好学生。我虽然说我数学很烂，不过我讲真的，你啊，这无犯法啦，无犯法啦，数学歹不要紧。我真正，我会记我记啊，我已经我。有一次跟我聊天的，讲我真正没有担心你会变成坏小孩。我说什么意思？伊讲阿里安诺，你怎么去金石堂看，蹲在那边看册？哦，系啊。啊，无你就是去倒位看什么剧场的表演，啊去看大家，啊什么代志你嘛袂晓，你嘛袂晓跳欧多拜，你嘛袂晓飙车，什么都袂晓。我感觉阮记者讲的很对呢。所以我后来发现一件事的是，我在写敏感的时候，在我觉得我想叛逆。最有反骨、反骨，就是反骨没有讲背骨，对，就是背骨。我真正是我这辈子所有的背骨，我能放在我的册内底。所以我在写书的时候，我讲真的，我当初这本书叫做《鬼地方》嘛，我当然知道。我就这样子，你来演在哪里看到我？这写弯刀的狗，用剑甲写讲什么鬼地方？就应该写什么英精之水，勇尽之美。没错，问题是我这个人哦，就想讨厌我歌功颂德。我想讨厌那种什么光耀门楣的名家那样，我最讨厌这种东西。我最讨厌你给我写一本书，那你就歌颂那个地方有多么的美丽，多么的，这就无聊。哇，这恶心呢！这比中华较无聊。所以我在瞎我的策略啦，很清楚，就是我的叛逆，我的反骨，我的北骨，就是北骨。到底怎么样讲啦？北骨啊，北骨。不要紧，咱今天是台语的教室，真正安怎讲拢对啊，都是放在我的书里面，所以我是很清楚的，我已经很清楚，就是我写这本册就是想要触怒很多人，可是我后来发现因为我写册讲真的，现在鬼地方这本册不好读，因为我每一章都无讲的时间，无讲的人，所以关系上就复杂，所以这复杂，所以啊，我想要我想要去触怒那些人都读不懂我在写什么那样，对啊，所以我会目的失败那样，但是我是尴尬，所以我像这次问给团队演我的戏嘛，我是尴尬，因为你剧团演出，我就会遇到不同的人，他这些人可能一般一般的情况里面是不可能来读我的书的，这些人来剧场之后，说不定我就有机会触怒他们。是啊，因为我尴尬啦，你刚一天我们刚刚讲说中华这保守
啊，这个地方很父权啊。我觉得哇，我都在各种不同的艺术的表现里面去触怒这些人，这可能就是我写这本书最大的目的，也是我当时策略。因为我感觉对任何写作者来讲的话，你拢会想要恁的作品去用看到嘛。而且上个是有去用大家讨厌嘛好，嘉义嘛好，没错，玩家嘛好。因为啊，我在有些作者这在乎讲我网络上有给你写负评，讲我这本册这歹看，我跟你讲，我看了有人写我的册这歹看，我拢欢喜呢。代表讲你有读我的册，我想册什么呢？我这册一种人，就是讲伊无读我的册，或是读了一章，伊就来批评我的书。对我来讲，这个一点建设性都没有。你要是读完我的书，你花了几个小时或几天的时间，你把我的书给读完，你再来讨厌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缘分呢。我一点都不在乎。你讲啊，你基本一本书写出去，你给100个人读，这100个里面，你不能要求100个人都爱你的东西，不可能嘛。所以这个东西你想清楚之后就好了。所以说我非常喜欢人家骂我的书。我英文版出版之后啊，我在美国也有负评啊。对啊，有一个网站叫做 Kirkus， 我们都戏称我叫科克斯那样。对，这个我那时候读完的时候，我就大骂一声说：“贱人，这样骂，竟然敢给我的鬼地方负评。”可是我还看完，其实我是开心的。因为每一天有几百本书同时在出版，有下面要来骂我的书。对。他特地用一个版面来骂我的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美的缘分。我绝对不会在乎人家来批评我的书，只要你有读完。是啊。所以我刚刚你知道吗？咱基本上公车嘛，你做 podcast 那我最需要的就是说，大概好，你听完 podcast 完之后，你回家你一定要花时间坐下来，读册这个动作只有你可以完成。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读书，就算你听的是有声书，你不论怎么样，你都要自己一个人要完成嘛。是。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咖喱一个人完成的事情已经很少了，因为那在一个社群网络里面，你大概每天都跟别人在一起。我感觉这时代人就惊小目的就是讲，这时候咱剩家己一个人，咱也唔知要安怎，所以咱才感觉中华无聊嘛。所以大家我跟你讲，你也感觉无聊，你感觉小目。你看小说对，来看小说，因为小说里面会给你很多很多的故事跟力量，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你就会知道原来全世界，你不论是在哪里。每个人都是寂寞的，是。这个小目是你人生每个人都会经历到的人生。所以我感觉读小说，我感动的就是，你发觉讲念迄最出名的小说家，伊拢的小目，伊拢的丢度，伊拢的唔知要安怎，伊拢的快乐，伊拢的比较个人同款的呢。越出名的作家我唔是讲过啊，你袂咯啦，已经是咯。我跟你讲，大家拢寂寞，每一个人拢寂寞。小目就是我跟你讲，你这世人是无可能。这全世界共同的文化。你生下来那一秒。当你死去的那一秒，你都是寂寞的。因为我看你较早的一间短篇小说啦，去改编的三种方式。其实我感觉迄当中看这间小说，我就溜啊，就是会当去了解讲来你想哪会写几啊所在，甲楼顶的荷兰。因为确实对我读台湾的，咱早期咧讲的乡土文学，还是讲中华者的文学，敢若罕你会甲这种保守，甲这种足冲突的物件，甲抓斗阵安尼。所以我就感觉讲，迄当中我感觉这就行出一条，互我唔捌想过的路，因为我感觉讲，迄都是爱捌伫这个环境去用压过的人，去用地过的人。因为我真正是都去用地过，我这世人就是一讲就我讲鬼嘛，跟人啊都敢搞地那样，鬼压床人压床那样。所以我在写去过敏的3种方法的时候，我真正就是我很希望把我那种用地流鬼压床一种感觉给写出来。暗哥攻击呢，就是去过敏3种方法，是我一个很挫败的一个出版经验，因为他们卖的很差。不会，但是我感觉你哪感觉规啊所在伤长的，你哪看一根？你来看我的短篇小说较好入口啊。因为伊就是鬼地方的预告片。是。我在写去过敏3种方法里面的6篇故事的时候，我一定的想要写鬼地方了。我先去写短篇小说，我把预告片都写出来，你会发现我
我在去过美山种方法里面有很多人物的原型，你后来都可以在我的长篇小说里面看到。所以我感觉讲，这嘛是我家己个人的习惯，就是讲，若要读一个作家的作品，我就是尽量家己所有的作品读完。你就咱知影讲，这个人是安怎大汉的，安怎生出即马即种虽然有即个形、即个模样安尼哦。因为我感觉讲，咱顶波党讲到中华这个所在啊，因为咱中华一个家嘛，其实咱对咱家己的物件无啥物自信，咱一直希望别人来肯定，所以我感觉讲，迄嘛是因为咱大汉了，咱才感觉讲即件代志足好笑、足笑亏，所以咱就开始来消遣即个所在嘛，对写中华这个所在。但是我嘛真好奇，因为你后来哦，包括即种几啊所在啊，或者是讲老顶的好人啊，伊后来翻译各种无共款的国家的语言安尼，咱台湾人足羡慕外国的生活，咱感觉美国、欧洲是进步，但是特别对话英语世界国家，因为你的册一开始就先翻译个英语版尔，因为安怎看台湾的在故事？因为我感觉台湾在故事，咱就感觉讲，迄就出来时代咧讲人讲，你毋茫讲做，这是厝内家己厝内代志茫放在，但是你甲压出来了，因看到了，因为互你看，你感觉较有意思的 feedback 我改讲因为我这本册这幸运的啦，因为它这语言的出版基本上是12个语言嘛。我去他这所在，每个地方给我的那个回馈都完全不一样。我跟你讲，要回到一个东西，对，因为这本书的书名叫鬼嘛，鬼地方，每一个文化、每一个国家对于鬼的想象跟信仰都不同款，所以每个国家的那个对于鬼的那个不同的信仰，会影响他读这本书进去的样子。好，比如说有几个国家哈，它完完全全。读这本书就跟台湾人一模一样，完全可以贴合，完全进入都没问题。就是越南，越南，因为一毛有中元节，嘛整个农历7月东西鬼月，所以因的社会结构跟我们其实很像，就是父权，因经脉是经济起飞。有点像是我跟你讲，他们现在还是一党专制嘛，所以有点像是台湾80年代快解严之前一种社会一种力量被国化的感觉。你想嘛，咱台湾解严之前，咱以前没网络呢，因今麦有网络呢，所以因今麦一些蓬勃发展的力量，我觉得就惊人了。因看鬼地方，看鬼地方很不可思议的，一定是越南一边的畅销书，就卖了很多本呀。然后这些人呢，我跟你讲，很多回馈都是来自年轻人。因看的都刚刚，你写的延真就是弯刀嘛，我的故乡嘛是叫做延真，因为名字是越南的名字。可我来自那个地方，我觉得你写就是永靖，就是我家。所以这几个地还有韩国也是，他们读鬼地方，那完完全全可以无缝接轨那样。然后。比较难读进去的，比如说美国人。说真的，我很多美国读者，他们读这本书，他们的立场一定跟我们完完全全不一样，因为他们很多人是不论是基督教信仰，或者是不同的文化的背景，因跨这本册有些地方是真的不可能看得懂啊。对，然后他对于那种我里面写到那种家人之间的情感，你说不出口。然后你的玩 gay 其实你的玩 gay 的时候，其实是在沟通你明明很在乎，比如说你在乎你的小弟，你是姐姐，你在乎你的小弟，可是你不可能把那个爱说出口。你就是该玩 gay。对，你知道那个东西呀，你很多美国人是英文读者是完全看不懂的。对，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没问题，因为比如说我今晚因为我下礼拜要去清大演讲，我要讲一本英国人写的册叫做《长日将近》，石黑一雄，一下来的是这传统的英国人的情感英国新书。对公斤呢，我小时候读嘛，我嘛读不完，我真正是从你是写什么样子，可是我近迈48岁过来，我来重读这本书，我就完全可以读得懂了。你像这个小说，他这个说这种耐心真的要真讲，可能在台湾鬼地方嘛，就要需要耐心那样，对，读不懂或误读，还是欧贝塔，我就说没关系。我觉得一本书它可以是你一辈子的朋友。我基本上随便来讲啊，讲《百年孤寂》这本书，《百年孤寂》我改讲，我第一次读我大概18岁，一个很烂的版本那样。然后我20几岁的时候读一次，30几岁读一次，我今年又读了一次。我每一次读，我的感觉都不赶快。所以我刚刚他是我一辈子的朋友，也陪伴你大汉了那种。而且基本这些 Netflix 说要把它拍成影集了，预告片已经出来，所以我非常期待。Netflix 会把它搞烂呢，还是把它搞？我非常非常期待那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我去全世界各地，我都非常欢迎各式各样的，不论是误读或者是
读不懂，或者是完全接受。我刚刚好，这才是这本书的概念命运特别好，它可以有办法有这么多不一样的讨论进来，所以这个就是我身为作者，我觉得我这辈子我最想要的就是这个，我非常开心这件事情正在发生当中。是啊，就是我感觉讲人类的这种感情是拢同款的，无分任何国家嘛，无分任何的族群安尼。是，但是我感觉讲读你的作品，定定互我感觉上感动的是讲，我感觉讲你后来画出家己啊。这件代志，互我感觉作为一个中华人，我感觉这足不可思议。中华，伊就是会甲一个人甲绿做伙安尼，甲绿做伙连到甲变成咱一般所大家所看到迄个模样安尼。所以我感觉讲这应该嘛是有行过一段路，才会当行出一条新的方向安尼。我付出了很多代价啊，因为你改讲，你今麦大家拢讲我要当自己，我要做自己。问题是什么是自己？是啊。这个东西是这抽象的，我家己原来是什么样子，我刚刚已经代志会当做，就是去旅行。去旅行。旅行啊，你别当参加旅行团。爱家己行。因为你参加旅行团，你都去用照顾，因为你的导游就是你的 babysitter， 就是你的保姆嘛。咱台湾的导游啊，真的你出去，他把你照顾得好好的，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他会把你护照收走，然后你每天都开开心的沙等都假做澎湃的。不是你家己也处理省，你就要自己解决问题。你会遇到问题，你会迷路，你会找无路，你开车唔知开，你去山顶，你开到海边，你一定要跟亲近人来讲。真的，对啊，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的自己就会跑出来，你就会发现，原来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是安内，我是会软弱，还是我会强硬，还是我会坚强。我跟你讲，这招很有用。我就在年轻的时候，我大概我得了文学奖，我已经少年很喜欢去投文学奖嘛。每次得到一笔钱，我就会拿出去玩。然后出去玩，我就赶紧可以出去挣。我刚刚对我来讲，还是我找到我自己很大一个。你可以经济独立，啊，你能出去佚佗。我决定自己要行的路啊，行的路啊，你一定也是你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嘛。你迄时候无手机啊啦，物件无去嘛。我曾经还把我的护照给搞丢了。对，就是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样，或者是你明明有签证，可是他不让你入关，你还要被关到小房间，就乱七八糟的鸟事发生在你身上，你会发现你就会成为一个原来我是这样子的人。我头先安尼讲，就是因为我感觉讲较早咱严格的乡土文学，我感觉拢是一种较逼真的，因为较早的这种中南部的社会，确实拢是这种，就是城市爱牺牲庄稼，庄稼人啊出外拍拼，所以庄稼拢落工乡咧讲话足少，足萧条啊呢。所以当阵留咧地方的文学家己足少的野笔人，足少的，而且若用现实主义的文笔来写的话，你就感觉讲庄稼互写甲就是足悲伤啊！但是我感觉讲，一直到半世纪了，咱中华出现了陈淑凤这个作家，伊甲中华这所在甲变甲足强哦，这个代志，迄当中其实鼓励我身躯边足侪人的。谢谢，因为我刚刚写鬼地方因为我当初我是没有办法设定说我可以鼓励到任何人，那我可怜啦，就我当时就很清楚，这本册无好读嘛。啊，不过讲真的，你讲的真正是我这几年真正受到这些阮中华的读者跟我讲说，比如说我有个读者跟我讲说，因爸爸的张机，送医院啊，每天都要去陪爸爸，伊底下看这本册，啊，想办法读给因爸。病医看几个所在哦，啊，个读给因爸听。然后后来他们父子之间就产生了一个他之前都没有想过的情感的层次，然后他还特地来跟我说谢谢，跟我说这个故事那样。我才发现我可怜我下一次可以改变别人的人生。你不想过这个代志？没有，因为我不是讲我对自己没自信是因为我一早下一册都卖得太烂了那样对，所以那个就是个现实嘛。啊，你册啊没播好，你等会是找不到观众嘛。啊，因为鬼地方很不可思议的取得很多观众，所以取得这些观众，很多观众，我的读者会来跟我讲他们的回馈，我得觉得这些攻击呢，这些东对我来讲都是爱啦。像我今天也是在园林感受到很多的爱那样，所以也主场所以我刚刚这我当初怎么可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但是不论怎么样，就是我写这本书最主要就是我是要真实的面对我家己，我嘛希望我的读者会当真实的面对家己。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讲，你感觉讲，因为你一直拢去写台湾，但是讲尤其是中华这所，你准备新的一本册嘛，是准备要写中华。你感觉讲中华是讲台湾的在故事有写完的一天？
我是啊，我跟你讲，我一定会跟你讲场面话的啊，没有，我们台湾故事无穷无尽。无咧甲人咧开头诶。我跟你讲，只要咱对自己没有自信，只要是我们一天到晚只看新闻台，只关心哪个政治人物被关进监狱里面，只关心那个东西的话，咱的台湾故事就会被写完。对，就没有新的境界。所以啊，我要鼓励大家，我跟你讲哦。你也不想被政治人物给骗了，或者是你觉得你崇拜的演艺人员怎么突然变成一个奇怪的样子？对，走去别的国家。对，你就是要来谈文学，你谈文学，你就会知道哦，原来这些人物早就被写完了。文学里都有比现实更加含糊的代志。对，你读文学，你来剧场看表演，你去看电影，就是让你准备。让你面对人生，因为你早知道哦，几百年前的莎士比亚都吓唬你看，这世界的是充满伪君子，有这么多伪君子，这么多恶心的人啊，你都看过，你自己都心里就知道，所以你在面对你人生的时候，你遇到这些伪君子，你心里就是哦。哎呦，这几百年前的有人下跪你，所以你没什么特别的，你就比较不会受伤害。所以大家，各位同学哈，请大家不要一天到晚看新闻台，我都觉得你去看 Netflix 都比较好，因为 Netflix 上有很多很多很棒的电影给让看，很棒很多很多很棒的内容，故事很性感，你看文学，看电影，你可以剧场，然后去参加任何文艺的活动。就是让你做准备，因为这世界很残酷。你好好的接受这些文化的资产，你在面对残酷的世界的时候，你就会是个更坚强的人。对，像朱霞啦那吼。这部作以外，凯之前听众其实嘛真侪的，亲像头先咱学姐咧讲的，你的册有足侪中华的读者咧读。我这部嘛真侪中华的，即个听众，而且因拢是唔知是不是逃走啦，就是讲因都是识过国外，就讲你台湾的各乡镇咧上班咧努力，而且理想甲现实之间哦，咧底下咧修油啊咧。你敢问咱对因跩人讲一句话？我该讲哦，我想要讲的话就是。不要再蹉跎时光了，不要再拖延了，现在就开始工作。因为写作好了，我读细汉读着自己人哦，做着同学还是别人讲哦，我想要写小说，我讲你讲不好，爱做，嘿，你就是爱做，你要坐下来，把你的肩膀写烂，把你的手肘写烂。你才有办法写，因为它是动词，你讲真正是你含名嘛不好。你的硬要去写出来，所以不管你是哪一个行业，你就要去做这件事情，不要再拖延了。拖延的是讲你今日你也坐你遐，你生电动，或我对电动这你生电动是领导的代志。不过你啊三天三夜，你每天都在玩电动。你就不要来跟我讲这些，因为你的时候你去算啊，领导代志啊，你讲你要我要尊重电玩产业，我也尊重电玩产业。不过你啊底下完全的被动接受这个东西，你没有任何批判的思考，还领导的代志。所以我希望我这边讲的人是有点觉醒的人，就是他们对于这个世界有点觉醒，也愿意来认识自己，也愿意残酷面对自己的人，就是你要去努力工作，不要再在那边拖延症了。那是丢丢啊！真假，你万团是不好哎。你就要去做啊！你绝对不要怕失败。我跟你讲，我刚刚那你台湾，然后从小到大，那你教育的是讲话，你别当失败。对啊，奇怪，歹势哦，我更小的代志。嘿啊，我今麦48岁哦，我刚48岁，我真正是我想带来成就的是，我不怕失败，我也不怕承认失败。一本册下出来，也是失败的作品，我不会拒绝承认，也卖得很烂，我也会大声的讲。因为我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好讲的，奇怪，因为咱的文化会要求你要谦虚，哦，无啦，我这本册无啦，写啦这摆那样子 ，humble， 然后 humble 那样子。但是你今天如果说大方承认失败，他又觉得你哪当大家弄公共传呢？我刚刚这个很无聊，请大家不要再这样了开始建立自信心，你原地就开始做，在你身体里面产生自信的力量，你也不要拿主席，我哪知？迄领导代志，这句话很重要。领导的代志，是因为领导的代志，意思就是你得家己自己来做这件事情。这不是我改讲，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伴侣、你的情人、你的男朋友、你的女朋友、你的老公、跟你的某都没有办法帮你。这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完成这件事情。所以
中华朋友，我们一起来工作，大家都是寂寞的，请记得哦，受保其实真的很不可思议的力量，你就要善用你的不满跟寂寞。不要再抱怨了，就开始做事吧。是，像讲读完这学姐的作品，我尽量感觉讲，敢若佫看到另外一个新的可能啊！因为我感觉讲，任何的人伊家己拢有伊家己人生的课题要去面对，咱无可能帮你做，咱无可能是人来甲人帮忙，咱拢要家己面对。但是你要面对无啊？你就是要安怎行？我感觉讲，这东西会当对文学作品内底得到最力量安尼哦。今仔算讲嘛是会当邀请到陈思宏嘛，是我家己足欢喜的一件代志。多谢多谢。当你遮尔啊无用的这个 schedule 来，都拨出点外钟的时间。我真正真无用，这恐怖的。嘛，感谢你愿意就阿凯啊之声。谢谢阿凯。好，安尼无甲听众朋友说一个 goodbye。哦，拜拜。哦，我讲电文好不好？会使会使。我跟你讲电文哈，一般我们说再见有比较复杂的手法，不过最简单的是叫人去死啦，就是去死。去死，就是中文的去死。哦，你安尼讲起来，到时大家人开始一直叫人去死。真的，德文里面叫人家说拜拜的是去死。当然，我跟你讲，德国很大，按每个地方有不同的口音，按不同的说法。不过去死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说法，等于叫人去死。OK， 所以我最喜欢这个东西，就是在德文里面跟人家说拜拜，就跟人家去死。去死，去死。好，感谢咱伫这去死的这最后，咱来做一个这个节目的结束安尼哦。好，来感谢听众朋友对这个阿凯亚之声的这个特别单元哦，台湾当代出版计划的一个支持甲爱好啊，希望恁未来能继续支持这个台语 Podcast 计划，咱能继续来读更较侪台湾经典的文学作品。咱今仔日想讲我只未来咱期待空中再相会，感谢落来，拜拜，拜拜。